这个头铁的男人即使在睡觉也在不停地打路，看着差点给自己撞一个包的大山，下一秒就被他毫不犹豫地清除。他渴了就喝清晨的露珠，饿了就吃新鲜的花瓣。他不断地向前走，外界除了知道他叫飞龙以外，其他一概不知。不管多恶劣的天气，他一路前行，甚至连熊熊烈火也未能让他止步。在那段一直走的时间里，他的武功也日益精进。第3年就能做到踏雪无痕，第4年就能登平渡水，第5年就能像磁悬浮列车一样足不沾地，飘飘而行。凌空的脚步亮瞎了众人的双眼。6年过去，他所到之处声名远播，引来了江湖上威震四方的门派和赫赫有名的绝世高手。他们试图挑战他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他停下脚步。第7年，他打败了武林栋梁的9大门派和5大世家。第8年，他击败了当今武林的最强者剑皇和刀帝。第9年，他击溃了魔教、血教和四海八荒的大本营。终于，第10年，他停下来了，因为前方已无路可走。他以为这就是大陆的尽头。从这一天起，人们便尊称他为武林历史上空前绝后、独一无二的绝代至尊，天下第一人。而这把天下第一人留下的飞龙剑，不要998，不要98，只要付下过路费1两，就能把他带回家。切，又是一个江湖骗子。只见人群中一个少年拿了一把飞龙剑，手轻轻一捏就折弯了剑刃，脚一踹，一箱子假冒伪劣产品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。众人一阵唏嘘，这么假的仿制品居然还要1两银子，这不是坑爹吗？有听故事的时间，还不如早点赶路呢。眼见药城的生意被一个毛头小子破坏了，刚才那骗子气急了眼，安排手下拦住了少年的去路，还顺便打劫10两银子作为补偿。结果上一秒还得意洋洋的大骗子，下一秒却目瞪口呆，自己的手下竟然瞬间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这个少年他可惹不起啊！少年转身就要走，结果越想越气，自己竟然被打劫了，这可是生平第一次，一定要讨点利息回来。结果转过身却遇到了这里的魔王大人。什么狗屁魔王，你就是最近打着魔王招牌招摇撞骗的骗子吧？这话直接挑衅到了卷毛胸肌男的自尊，他一定要教训一下这个毛都还没长齐的臭小子。两人同时出了一拳，少年一偏头便轻松躲过。看着少年仿佛挠痒痒的拳头，卷毛胸肌男称自己手下留情了，结果却听到身后一阵巨响，原先只能1人通过的隧道，现在开挖掘机都能进了。好一招隔山打牛，孙悟空早点遇到你都不会在山下被压500年。众人惊得下巴都快掉了，却还不知道这位高人的姓名。呵呵，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花乐谷只收1两的麻烦中介者苏魔是也。眼前这个一道拳风能打出一个山洞的男人，就为了1两银子，竟然要洗1025个盘子，还要搬运1000斤重的木桩。然而打碎一个盘子，1天就算白干了。搬木桩撞倒了茶摊的客人，那点工资还不够付医药费的，越干越穷。然而就算这样，还出现了一位竞争者，只要帮别人系鞋带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花乐谷的姑娘们每天排起长队，只为了看他一眼。这天苏魔终于等来了活计，3个小屁孩用一堆杂粮，想让苏魔帮忙解决事情。想起这些臭小子平时的所作所为，苏魔断定今天一定是超高难度的委托。看着树干上瑟瑟发抖的小猫咪，苏魔一阵深思，只见他一个跳跃，伸手就要抓到小猫咪，却因为用力过猛砸到脑壳，而小猫咪也因为惊吓过度摔下树干。危机时刻，小孩们瞪大了双眼看苏魔操作，却见苏魔和小猫咪同时掉在了地上，还是差一点。女孩抱着一动不动的小猫咪大哭起来。3个孩子商议，如果猫死了就要苏魔赔钱。3道目光仿佛利刃一般戳穿了苏魔的心口。为了能不赔钱，苏魔决定亲自进行人工呼吸。刚醒过来的猫再一次受到惊吓，一阵拳打脚踢后，只留下了满脸爪印的苏魔和小孩们道谢离去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山谷外一辆马车疾驰而过，一个弓着背打着瞌睡的大叔驾着马，这是魔灵城的传令兵。马车上还挂着象征黑白双鬼的旗帜。花乐谷可是武林盟的地盘，他们怎么会来？收到消息的谷口的探子立马回去报告支部长，一旁的路人也纷纷议论。车停在了花乐谷前，看起来很热闹的村子让黑鬼很不耐烦。白鬼说这次的任务是把白楚雅带回去。黑鬼质疑那丫头真的会在这里吗？白鬼提议先找找看，毕竟花乐谷是他的故乡。黑鬼却朝一旁的石碑打了一拳，石碑瞬间就像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，下一秒就粉身碎骨。那样太麻烦，不如把这里的人全杀了，那样他就会出来了。不远处正在踢球的小孩不小心把球踢到了白鬼，只见他轻轻抓起球，球瞬间被捏爆。这里人口估计有好几万，一杀死还不累得手疼。白鬼有一个更好的法子，只要杀掉几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就会立马见效，而且不费吹灰之力。说着，白鬼将泄了气的皮球猛地砸向那群孩子。苏魔恰巧路过此地，还被黑鬼装逼击碎的石子打了个正着。他抓起地上的皮球就要向黑白双鬼讨个公道。看着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，黑鬼抓起瘪成一团的破皮球，一眨眼的功夫让他重新鼓起。苏魔将皮球归还给小孩们，却见黑鬼轻轻拍了拍苏魔的肩膀，下一秒苏魔也像皮球一般鼓了起来。肚子胀的苏魔差点无法呼吸，眼见肚子就要炸开，一个震天响的超级大嗝打了出来，苏魔也恢复了正常的模样。看着正对一群孩子嬉笑的苏魔，黑白双鬼有一瞬间的愣神。他们在魔灵城排行第7、第8，谁知这小子竟然轻而易举就能化解自己的功法。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碰到这么有意思的人。你敢相信有这样一对双胞胎？他们拥有同一颗心脏，自从他们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那刻起，就开始为了生存而战。绝世美人苏花翎与华北盟主裘霸天成亲生子，可是他肚子里的双胞胎却与寻常孩子不同，胎儿在不断稀释产妇的本源之气。保大人还是保小孩？
这对憧憬未来的夫妻二人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决定。母爱终究是伟大的，苏花玲和裘霸天两人都无法放弃孩子，于是被胎儿吸走真气的苏花玲日渐消瘦，直到临产时，苏花玲身体干瘪，分娩中耗尽了所有的内力，变成了白发老妇。就这样九死一生才生出来的孩子，出生后却是2个心脏、1具身体的畸形双胞胎。刚生产完的苏花玲直接被自己生出来的怪物活生生给吓死了。产房中的众人窃窃私语，痛失爱妻的裘霸天怒火中烧，拔出剑杀死了给夫人接生的产婆，命令所有人都不得踏出宅邸一步，泄露消息者格杀勿论。裘霸天非常疼爱2个孩子，然而这对双胞胎的行为却甚是诡异。他们不仅打死了裘霸天爱惜的明马，甚至还砍下了奶妈的胳膊。2个儿子在家里胡作非为，终于惹恼了裘霸天，然而他们的解释却更加让人气绝。砍下奶妈的胳膊仅仅是好奇胳膊断了会怎样？当问及为什么会好奇这些东西，只见双胞胎齐齐露出瘆人的笑，说他们也要砍胳膊了。只听刷刷2声，裘霸天瞪大了双眼，一片血迹之中，从小连体的2人终于被分开，变成了2个心脏、2具身体。几年后，天机子先生上门拜访，看到正在花园里玩耍的2个孩子，黑发男孩的手对着青蛙轻轻一点，青蛙的肚皮瞬间鼓了起来，整个花园都是黑发男孩的杰作。白发男孩则一旁边切青蛙边埋怨。天机子分析道，修炼毒功的花灵与裘霸天的魔功相结合，这才会导致孩子的身体发生异变。白孩练的是冰魄神功，黑孩练的是魔灵功，2人的武功目前尚不成熟，估计再过5年就会超越裘霸天。天机子劝裘霸天杀了这2个孩子，如今他俩年幼，尚无毁天灭地之能，若是长大成人，将来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，到时候整个武林都会遭殃。然而看着嬉笑玩耍的儿子们，裘霸天终究还是没能痛下杀手，天机子的预言也变成了现实。许多年后，一个平凡的下午，裘霸天却找不到儿子们的身影，树林里的树干都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膨胀开来，而线上的所有人，要么被黑孩变成了人皮气球，要么被白孩一切两半。裘霸天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鲜血刺红了他的双眼。这2个恶鬼一般的家伙竟然夺走了300多条无辜的人命。一身血污的裘霸天终于找到了躺在房顶上休息的双胞胎。裘霸天咬紧牙关，决定亲手杀了他们，为妻子和县里的人报仇。然而黑孩的手轻轻一指，裘霸天的手瞬间膨胀开来，白孩剑光一扫，一瞬间，他们的父亲被切成碎片。从此，这2个穷凶极恶的双胞胎就被人们称作双鬼。武林盟的人听闻魔灵城有人来花乐谷闹事，前来阻止。然而此时，黑白双鬼正在争要一个人。按照老规矩，真男人就得靠拳头。不过你出剪刀算怎么一回事？2人争论不休，好在终于决出了胜负。猜拳输了的白鬼心里十分不爽，只听嗖嗖2声，众人还没看清，前排的武林盟人便纷纷倒下。后排的3位一身冷汗，打算暂时引开他们。看着逃跑的3人，白鬼一跃跟上，黑鬼则留下笑嘻嘻地问少年的名字，却没想到话才刚说完，苏魔上去就是一拳，直接打碎了黑鬼的后槽牙。传说中恶名昭彰的黑鬼竟然被一个乡巴佬一拳打碎了牙齿，而自己却还没有看清他的招数。不等黑鬼反应过来，这个少年抬起1.8米的大长腿，对着黑鬼又是一击。好在黑鬼及时挡住，脚风激起一地碎石，惊得众人纷纷跑开。而少年的轻轻一脚，直接将黑鬼的右手打成粉碎性骨折。这个乡巴佬还真有2下子，这下黑鬼更加兴奋了。结果少年的下一拳再一次出其不意的回来，这次连带着肋骨上下颌骨，黑鬼全身的骨头被少年一拳打碎。在黑鬼惊恐的目光中，黑鬼迎来了最后的致命一击。少年轻轻一拳，直接震碎了黑鬼的丹田，瞬间打散了黑鬼全身的气。更加恐怖的是，面对这一切的黑鬼却没有丝毫反手的能力，如果再挨上一拳，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用仅剩还能动弹的双腿，黑鬼终于退到了少年10米远处。这人分明不是习武之人，竟然会如此厉害。黑鬼不敢置信地问少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苏魔晃了晃打酸了的手，问黑鬼：“是不是魔灵城的人都像他这样强？”而现在，苏魔准备用10成的力量和黑鬼进行最后的决斗。没想到自己被打了个半死，只是少年随意的练了练手，这让黑鬼愤怒不已。就在苏魔再一次准备用无敌铁拳结束这一切的时候，黑鬼想起了年少时和白鬼玩的游戏。一个石头爆开确实很一般，但是上千个石头同时爆开，可以瞬间摧毁整片树林，这招名为满天暴雷。现在黑鬼决定让这个乡巴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魔灵功，只要他能抓到这小子，眼前这个少年必死无疑。黑鬼拼尽最后的力量，狠狠抓住苏魔的衣领，刹那间，苏魔身上出现无数个孔，仿佛上千个爆竹在身体里炸裂开一般。透过孔形成的刺眼白光，逐渐将苏魔的身体吞噬。一声轰隆巨响之后，四周都被激起的尘土淹没，灰尘还未散尽，淹没在尘土中的少年挺立着身姿，轻蔑一笑：“就这，这个乡巴佬竟然扛过了自己的绝杀满天暴雷，这不可能！”惊恐之下，他再次询问起少年的名字。然而下一秒，黑鬼直接被少年吓傻。只见苏魔身后的气势化身成了一条天龙，恶狠狠地注视着黑鬼。黑鬼吓得冷汗直冒。在他知道的人当中，也有这样一个怪物，那人是不用功力的化境高手。他实在难以接受，眼前这个毫无章法的乡巴佬绝不可能是化境。黑鬼崩溃到大喊，他从未听闻过名字的怪物为何会在这穷乡僻壤里。而苏魔也耗尽了最后一丝耐心，决定结束这一切。感受到死亡逼近的黑鬼知道自己一定要躲开这一拳，离开这里，找到白鬼，联手一起对付他。直觉告诉黑鬼，这个少年不会轻功，这一次他即便消耗所有功力，也至少要断那少年一个脚腕。只见黑鬼对着地面狠狠拍下一掌，却见苏魔满脸问号，自己脚下的平地怎么变土球了？下一秒，苏魔脚下的地面瞬间爆炸开来，巨响冲破天际。
黑鬼这招霹雳神掌用尽了全身的功力，自信就算那少年动作再快，也不可能躲开。没想到这个乡下地方竟然还有人扮猪吃老虎，即使用尽了他毕生功力，少年却依旧稳然不乱地站在坑中心。在黑鬼不敢置信的目光中，少年一记铁拳正中他眉心，地面瞬时炸出一个更大的天坑，轰鸣声震耳欲聋。少年大步流星地走近，刚刚还放出狠话的黑鬼早已不省人事。另一边抓捕喽啰们的百鬼轻而易举地便收拾了他们，正准备站在塔顶休息片刻，谁知下一秒一道掌风袭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百鬼就被刚才那位少年抓住了面门，从塔顶踢了下来。18层楼高的佛塔即刻被一分为二，百鬼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黑鬼竟然败给了这个乡巴佬。苏魔揉着酸胀的手臂缓缓走了过来，质问百鬼：杀人对你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吗？没想到自己也有被说教的一天。不等少年问完话，激进疯狂的百鬼直接挥起手中的剑，下一刻身体却直接被苏魔一拳击飞，身体嵌进身后的石壁之中无法动弹。百鬼吐出一口鲜血，只听眼前的少年恶狠狠地警告自己：你们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出现在花乐谷。愤怒燃烧了百鬼的斗志，他不是一个热衷武艺的人，他的内心只爱女人。武功对于百鬼来说就是占有美丽的一种艺术手段，至于没有艺术价值的东西，他都会摧毁。正如眼前这个只会粗暴地使用拳头的乡巴佬，他一定要击杀掉。看着从天而降的百鬼，苏魔一瞬间便移到了他的身后，再次放出狠话的百鬼直接使用必杀技冰魄神功的最后一招雪花乱舞，就算这个乡巴佬在空中也一定躲不开，如雪花一般成千上万的冰刃哗哗哗的全向苏魔飞去，受死吧！如果人被万千雪花冰刃包围会怎么样？少年并没有如他想象一般粉身碎骨，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竟然直接跳到了他的面前。百鬼阴狠的笑容戛然而止，少年二话不多说挥起一拳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百鬼直接飞向了10米远外，身体竟然穿透了层层佛塔，再也不能动弹。苏魔大步流星地朝百鬼走来，居然一招就击败了黑白双骨。花乐谷竟有这等高手！躲在暗处伺机观察的武林盟人大为吃惊，这小子要是传到魔灵城，怕是会引起战争。他决定尽快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武林盟。苏魔正在打扫战场，像拖拉机一样拎起两人，把他们交还给了送他们来的马夫。看着非同一般的少年，马脸马夫问起他的姓名，少年直接回答道：苏魔。拖着2具尸体，马脸马夫告诉苏魔，黑白双鬼成了这副模样，魔灵城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最好躲着点。魔灵城坐拥10万兵力，统治13座城池，治理着10余座都邑，人口达到1000万，是北方大陆的强者。此刻魔灵城一处阴森的宅院内，一个拥有8块腹肌的长发男人正在昏睡着，他的身边则躺着一副具有人形的干尸。侍从进来喊醒他，担忧地说道：您这样也不是1次2次了，再这样下去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他便咳出一滩血，捂着嗓子快要呼吸不过来。侍从用尽最后的力气请求男人快穿上盔甲。这个男人是个怪物，仅靠全身散发的杀气就能夺人性命，任何与他对视的人都会口吐鲜血失去意识。为了不误伤他人，他必须穿着寒铁制成的盔甲，而刚刚那名侍从早已口吐白沫，鲜血直流。统治魔灵城的10大刀手分别是1天、2灵、3魔、4鬼，不过是去一趟花乐谷，就损失了2员大将。魔灵城城主很是恼火，更让人气愤的是，这2人竟然输给了下九流们使的格斗术，2人今后成了无法修炼的废人，魔灵城也该重新排位了。眼前可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城主直接捏碎了座椅，到底是谁把这俩蠢货揍成这副模样？马脸马夫上前禀报，是苏魔，这个名字城主倒是第一次听说。那白楚雅呢？找到了吗？白楚雅离开魔灵城已经1个月了，可以确定目前她仍在花乐谷。城主决定再派1个人去花乐谷把白楚雅带回来。然而众人此时都默不作声。就在这时，天魔馆的大门被打开，一个穿着寒铁盔甲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看着被城主悬挂起来的2个废人，他也很惊讶。看着姗姗来迟的狂魔，城主觉得他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，这次就派他去花乐谷一趟吧。盔甲下的眼神发出嗜血的光，他去的话，可能整个花乐谷都会消失掉，这样没关系吗？城主突然大笑起来，区一个花乐谷，没了就没了，一定要把白楚雅那家伙带到他面前来。寒铁盔甲在馆内发出哐哐的摩擦声，狂魔自信地行了一礼，他一定不负使命。眼前这个男人，赤手空拳就能打出一个天坑，随手一掌就能劈开一座佛塔。身为武林至尊的他，竟然为了一根玉米下跪了。这都要怪另一个跑腿同行，一个专门给人系鞋带的小白脸。苏魔摸着饥肠辘辘的肚子，斗志昂然，发誓要立刻除掉他。但是玉米真的太香了，复仇什么的还是等会再说吧。此时跑腿业界最难缠的顾客龙门客栈的厨房长找到了这里，苏魔在一旁幸灾乐祸，这小子被厨房长缠上，可算是完了。然而厨房长竟然也被小白脸折服了。苏魔忍不住掏出镜子仔细看了看自己那张明显肾虚的脸，要不自己还是去整容算了。一群人的到来打乱了苏魔的脑洞，苏魔瞬间欣喜若狂，这可是花乐谷居民自治委员会的人，对啊，就应该让他们解决这个莫名其妙突然出现的小子。看来这个世界还是正义和友好的。苏魔泪流满面，自己怎么早没有想到这招？然而委员长竟然和这个小白脸打起了招呼。苏魔震惊的嘴里可以塞下108颗鸡蛋，他忘了武林江湖有3大鳄：学员、地缘、血缘，人家明显是认识的呀。这时委员长注意到了苏魔，眼神瞬间一凛，看着委员长杀气腾腾的眼神，苏魔有点慌，一定要装作不知道，否认到底。委员长猛地凑身上前，我还什么都没问呢，你说什么不是？苏魔忍住心虚强撑到底，委员长也不多废话，直接把赔偿单据哗啦啦的展开，整整1000两。
苏魔惊呆，把他卖了也没有这么多钱，这么多钱，果断不能承认。苏魔开始装傻，委员长也很好奇，苏魔的武功真有那么强？看飞碟！趁苏魔转头的瞬间，委员长直接一棍子挥了上来，看着苏魔鼻血直流，众人沉默不言。难不成那个高手真的另有其人？其他人不信邪，也拿起棍子上前试试苏魔的武艺。为了能不赔钱，苏魔这次直接倒地不起，口吐白沫。难不成之前看错了？这个跑腿的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武功呢？众人议论纷纷。那这次的赔偿找谁报销呢？有人提议直接找武林盟。躺在地上的苏魔选择装死，只要不找他赔钱就行。他们终于走了，苏魔坐起身，自己差点就要倾家荡产了。忽然一个姑娘递过来一条手帕，示意苏魔先擦干净鼻血。看着貌美如花的女孩，苏魔好奇她的身份，谁知女孩直接问他是不是只要出1两银子就能解决所有事情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很不对劲，从来没有姑娘避开那个小白脸直接来找自己的，而且她竟然还要带自己回家。从来没谈过恋爱的苏魔忍不住幻想起了一家4口的景象，她长得也太好看了，而且很有眼光。苏魔跟着女孩一路走，越看越觉得这女孩眼熟，然而女孩却笑笑不说话。她也有一种微妙的感觉，眼前这个少年身上感受不到一丝内功，居然打败了残暴的黑白双鬼。听说脱胎换骨的巅峰高手中也有一些是毫无内力的，看来有必要验证一下他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高手。女孩带着苏魔7拐8拐，到了一座宅院面前，冷风呼呼，看着好阴森啊。天色已晚，女孩直接邀请苏魔进去坐坐，这么主动的吗？苏魔咽了咽口水，此刻他连以后生的孩子叫什么都已经想好了。女孩催促道：“怎么还不进去？”苏魔还在犹豫，这进度是不是太快了？女孩又邀请苏魔一起喝杯茶，苏魔果断打开了门。恋爱面前精驰神马的都往后稍稍。临近门前，苏魔又开始犹豫，看着如此扭捏的男人，女孩忍无可忍，直接一脚将苏魔踹了进去。黑暗的房间中睁开一只眼睛，来了呀，仿佛已经在这等了苏魔许久。苏魔嘟囔着摸了摸摔疼了的头，刚抬起头便当场呆住。黑暗中竟然有一只鬼面在死死地盯着他。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宅院，但凡踏入此屋，只有变成鬼才能出去。今夜却有所不同，鬼窟里来了一名不速之客。白初雅正在和鬼将军做交易，看着行动自如犹如真人的傀儡，白初雅不得不承认鬼将军是武林最强的傀儡师。鬼将军满意的看着手中的节奏，同意了，正好可以趁此机会验证一下自己的力量。白初雅告知鬼将军，明天日落时分就会将人诱至此地。说罢便转身离开。听到眼前这个女人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无名刺客，鬼将军忽然大笑起来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傀儡的厉害吧。看着紧闭的大门，现在白初雅能做的就是等待测试的结果。与此同时，大门内传出了惊人的大叫声，面前突然出现一张倒立悬挂的鬼面，这把苏魔吓得不轻，直接来了个90度鞠躬，匆匆道了个歉，转身就要溜。谁知下一刻他的面前又出现一张倒挂着的鬼脸，眼前这个乡巴佬看起来也不像高手吧？两只鬼决定先来点简单的开胃小菜。空气中传来剑锋划过空气的声音，苏魔直接飞身上了屋顶，能用剑必然不是鬼，这两个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俯身往下看去，屋子里竟然爬满了和刚刚那两个一样的东西。既然不是鬼，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屋子里传来击打声，这么快就开始了吗？白初雅喃喃道。忽然一具鬼影朝他劈来，血红的双眼带着极强的杀气。白初雅险险躲开，怒喝道：“难道想把我一并除掉吗？”鬼影没有回应他，随之即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招数，真是不讲商业道德。只见女人仅用手指就直接爆破了那人的砍刀，这是移花宫的独门绝技3天直指，而白初雅正是被誉为神仙武学的3天直指的传承人。然而这并没有让鬼影退却，反而让他愈战愈勇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白初雅竖起了中指，对着鬼影光秃秃的脑门就是一击。下一刻，鬼影连脑带壳直接飞了出去，额头瞬间出现碗大的窟窿。这还没完呢，白初雅的手捏成鸡爪状，鬼影的身体直接4分5裂，连带着身后的墙院也跟着裂开，赫然形成了鸡爪的形状。这丫头可不简单啊！暗中操纵傀儡的鬼将军露出了阴冷笑，而苏魔刚刚进去的房间已经安静如鸡。不放心的白初雅还是决定进去看看。现在院墙上，白初雅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，满屋顶都是残碎的尸块，而那个少年竟然还在研究这些傀儡的构造。这么一会的功夫，他竟然消灭了这么多傀儡，那可是鬼将军的傀儡啊！这让暗中操作的鬼将军也冷下了脸色，看来在事情变麻烦之前，他要亲自出马了。只听地面哐当一声，一个身影从地下跳跃到高空，看着底下的二人，胜负欲燃起了他的斗志。太久没有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人了。一瞬间，鬼将军对准苏魔就是一劈，地上的房子直接被劈成碎片，甚至地面也出现了一道裂痕。砍向少年的这一刀威力之猛，直接劈碎了房屋，地面也裂开了几10米的刀痕。然而他却只是掉了几根头发，重头戏在后面呢。不等苏魔反应过来，鬼将军朝着他的面门又是一刀，然而少年轻易的就躲开了。看着少年在自己的刀下灵活走位，鬼将军放出狠话：事已至此，不管什么理由，今日都是你的死期。面对飞身前来的鬼将军，少年只是微微弯曲了腿，对着鬼魔的下巴就是一顶，一言不合就开打。这可不对！苏魔一脚直接把气势汹汹的鬼将军踹进了墙壁里，速度之快，连在场围观的白初雅都没看清他的动作。看来那小子击败黑白双鬼的传闻极有可能是真的。鬼将军缓缓起身，这点伤害对他来说不过是毛毛雨，他可是金刚不坏之身。
说着朝苏魔又是一劈。鬼将军身长10尺，身穿沉重的铁甲，动作竟然还如此轻盈。要知道鬼将军的那把佩刀重达100斤，即便擦身而过，也是必死无疑。然而那个跑腿的小子却以1尺间隔避开了鬼将军的所有攻击。面对鬼将军势如破竹的攻击，苏魔总能轻而易举地躲开。终于，面对鬼将军的强势攻击，苏魔一个铁头功直接把鬼将军撞飞了出去。令人震惊的是，鬼将军的头颅居然是伸缩版的。落地的鬼将军伸手一探，便将缩进身体里的头抓了出来。这种神操作直接把苏魔看呆了。鬼将军好奇苏魔的武艺，苏魔好奇鬼将军的构造。鬼将军竟然是空心的，那到底是谁在说话？一句女声忽然出现在另一侧的屋顶。你们2个家伙都很有趣。白初雅十分震惊，竟然是个女人一直在操纵鬼将军，就用区区一根线。苏魔挠了挠头，问起女人的姓名。曾经人们叫我鬼鬼。苏魔一脸震惊，鬼鬼，不好意思，这名字他第一次听说。鬼鬼直接无语住了。白初雅倒是有些耳熟。忽然，天空飘起了雪，竟然是那个女人散发的寒气将周围一带都冰冻了起来。这可是能做到凌空虚道的高手。那女人缓缓走近，一头白发白瞳，浑身散发着极寒之气。莫非她就是天山雪女鬼鬼？白初雅曾在魔灵城的一场聚会中听说过她。鬼鬼的爱好就是操纵傀儡，那可是100年前在武林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稀世大魔女。白初雅陷入沉思，虽然不知道那魔女为何藏身于废宅，但那个跑腿的小子对战这个魔女应该毫无胜算。只见鬼鬼露出嗜血的神色，飘逸的白发瞬间竖起。这是我10余年来第一次外出，你们可要陪我玩到尽兴啊！这个活了100多岁的女魔头，竟然要拉自己做陪玩，这比第一次恋爱就遇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女骗子还要惨。发出你收藏的第一个表情包，给少年上炷香。看着刚刚被自己打成千疮百孔的房子，他不会是要我赔偿损失吧？正所谓有退则退之人才是真正的胜者。苏魔对着满脸杀气的魔女开始讲道理。只见他用手指着白初雅，说这个女骗子才是罪魁祸首。白初雅都要忍不住飙脏话，有你这么甩锅的吗？结果魔女直接无视了苏魔，伸手一挥，苏魔瞬间飞了出去。原来魔女最感兴趣的竟然是白初雅。事情变得严峻起来，魔女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：移花宫的3天直指乃是家族独门绝技，非继承人不可传授，你又是如何习得的？看着寒气逼人的魔女缓缓朝自己走来，白初雅深知自己不是她的对手，而刚刚那个少年已被压在碎石之下不知生死，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逃命再说。魔女操纵的鬼将军对着白初雅一刀劈来，瞬息之间，白初雅用手指接住了刀刃，感觉到这把刀非同寻常，而得到指令的鬼将军竟然睁开眼，对准白初雅又是一劈，一番紧急闪避。看着攻势凶猛的鬼将军，白初雅知道这不过是魔女手里操纵的傀儡罢了，必须要先制服魔女，才能逃离此处。而此时的魔女鬼鬼还在思考，听说10年前移花宫灭门之际，有一位年幼的女儿9死1生，投靠了魔灵城，难不成这个少女就是那个女儿？机会只有一次，白初雅下定决心，走到魔女面前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打马虎眼，成功吸引了魔女的注意。如果您大人有大量，当一切都没发生过的话，她将不胜感激。说着直接扔出一枚爆破弹，烟雾散去，人已不见踪影。靠区区烟雾就想逃？魔女不屑道：我可没想逃，就让你见识一下移花宫的独门绝技可以开砖碎石的3天直指第3招黄龙五爪。说着白初雅的手直冲魔女面门而来，只听哐当一声，在白初雅震惊的目光中，魔女的身前形成一面屏障，将她的手完全阻隔在外。而魔女一招透骨阴风手，只是对着白初雅的胸口轻轻一拍，她瞬间便飞出去10米远，极寒之气渗入到白初雅的五脏六腑，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，如果不赶快排出寒气，她一定必死无疑。魔女又问了一遍刚刚的问题，然而冷得发抖的白初雅只说了不知道3个字。显然这个回答让魔女的耐心直接消耗殆尽，她将白初雅漂浮在空中，与自己对视。魔女已经可以确定，眼前的女孩就是当年从移花宫里逃出来的那个。不过白灵飞的女儿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？想当年能和她白发魔女鬼鬼相提并论的女人只有3个，第一是与剑皇比肩的剑后秦可玉，第二是四川唐家的家主唐肃荣，最后一位就是眼前这个少女的母亲，移花宫公主白灵飞。白初雅已经快要呼吸不过来了，她死死地捂住自己的脖子，告诉魔女：你说的这一切与我无关，有没有关系你心里清楚。鬼鬼收拢了自己的手，白初雅的脖子瞬间形成凹痕，身体的疼痛让白初雅五官扭曲，她让白初雅把当年能逃出升天的秘密说出来。然而白初雅依然强撑着告诉鬼鬼，她不知道什么秘密，不想回答的话，那就去死吧。耐心已经耗尽，鬼鬼直接握紧了手，无形的压力将白初雅的脖子扭成了 S 型。突然，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：不好意思打扰到2位了，我可以先走吗？看着摸着头傻笑的少年，鬼鬼震惊了，他居然毫发无伤。苏魔一本正经地说，刚才被打坏的傀儡都是出于本能的正当防卫，而且他也挨了一拳，就算是2清了。说完，苏魔转身就要走，而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：救我！他苏魔可不是多管闲事的人。5两！天哪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看着依旧呆立不动的少年，白初雅又接着加价：10两，成，那就10两。他可是1两银子能解决任何麻烦的跑腿借扛把子，放开他！苏魔直接对着魔女命令道：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一瞬间，一道身影对着少年疯狂就是一刀，在场的女人瞬间呆住了。只见苏魔轻轻一拳，鬼鬼那根控制鬼将军的傀儡线竟然断了，他的得意作品就这样被种进了地里。放开我的客户！苏魔再一次沉声说道。这也太搞笑了。
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竟然要挑战活了100多岁的武林女魔头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鬼鬼瞬间对少年起了兴趣，一旁的白出牙也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废话不多说，少年直接挥出一拳，却被鬼鬼轻飘飘的一掌接下了。就这点本事吗？还有脚呢？鬼鬼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招佛山无影脚直接将他踹进了地里。只听轰隆一声，烟尘四起，请打出你收藏的第一个表情包，提前给魔女上炷香。没有了魔女的控制，白出雅终于不再悬浮空中。面对少年殷切的关心，白出雅有些愣神，你躲在我身后，我来对付他。听到少年霸气侧漏的声音，白出雅老脸一红，有点心动怎么破？灰尘散去，鬼鬼缓缓起身，他竟然感知不到那小子的招数，是因为他不用功力吗？可是既然没有功力，他的武功为何如此之高？鬼鬼的好奇心顿起，他操纵着鬼将军再次对少年发起攻击。他这次倒要看看这小子能陪他玩多久。面对攻势凶猛的鬼将军，苏魔不慌不忙，几个闪身轻易躲避了攻击。这玩意好像变强了，不过那也只是个傀儡而已。说着，苏魔对准鬼将军就是一拳，鬼将军的身体直接空了一块。看到破绽的鬼鬼找准时机，大手一挥，一道寒风朝苏魔袭来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苏魔直接用手臂挡住寒流，而下一个瞬间，鬼鬼竟然已经飞身到了苏魔的身前，对着苏魔的胸口就是一招透骨阴风手。这次苏魔直接飞了出去，浑身僵硬，而鬼鬼没有手下留情，又是一招悠悠阴冥掌，瞬间寒气飘散，把苏魔直接拍进了地里。摸着胸口传来的寒气，听到鬼鬼传来一句警告：你最好还是别乱动，挨了我2掌，你的身体估计已经……没等他说完，苏魔直接一个深呼吸，身体里寒气竟然直接从嘴里吐纳了出来。这怎么可能？是有点冷，不过没大碍。看着少年无所畏惧的模样，他竟然到达了寒暑不侵的境界。不，他的境界还在这之上。莫非他是空灵之体？你究竟是谁？面对鬼鬼的质问，苏魔不想回答，他现在正在工作呢。眨眼间，苏魔对着鬼鬼左一个勾拳，右一个勾拳，直接给魔女来了一次全方位面部死霸。感受到少年深不可测的武功，鬼鬼心里越发确定，难道这个少年就是他？鬼鬼一把握住苏魔再次挥舞过来的拳头，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。苏魔很是无语，还能不能好好打架了？忽然，鬼鬼身上的寒气四溢，气流之大直接击碎了附近的房子，白楚雅甚至直接被冻成了雪人，而苏魔这次也被做成了冰雕。看着稚气未脱的少年，鬼鬼感叹道：可真像啊，那个唯一让我心跳的男人。抚摸着少年的脸，鬼鬼仿佛又回到了当年，100多年了，好久不见了。飞龙。